其实 PJ 对于公正党来说呢，已经不再安全，因为 PJ 是有着最进步的城市选民，也高度城市化，他们希望能够看到的全国课题还有政策上的琢磨以及改革的要求是很高的。像你讲的伟伦，他应该是更加的严峻，2004年的几乎要完蛋的一个地步。那么这一次呢，我相信它相当接近2004年，选民们都普遍弥漫着失望，他们会认为说，被 take it for granted。这在过去的3年，我觉得不断的在削弱着这个基层对于改革的这种热情因为现在很多的 YB 我听说也不敢去茶室喝茶了。你说西蒙的？西蒙的，对。那有的又去了酒店，我讲，那去酒店喝茶很像我们以前反对的那一群人哦。欢迎收看与收听标题党总部。你好，我是伟伦。几天前，当今大马曝光了一份据称是公正党内部的第16届大选战略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把公正党准备主攻的66个国会议席分成不同的等级，当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只有7个选区被列为安全区。那更加令人广泛注意的就是，首相与党主席安华所坐镇的丹本选区竟然只是一个边缘选区。那这份报告到底是反映了公正党的危机意识，还是危言耸听？又或者在执政超过3年半之后，公正党和西蒙的支持基础出现了严重的变化？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来了公正党八达岭在野的国会议员李建聪，欢迎建聪。谢谢伟伦，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建聪，今天是请你上来是要跟我们分析跟回应一下这份报告。好，你自己有没有在那天所谓的这个内部活动的这个现场？我有收到邀请当天另有要事没有办法出席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在当今大马的报道之下。所以你对于这份报告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觉得震惊吗？还是觉得是个言过其实的报告？首先这个报告在公布出来之后呢，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议论。那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它是针对最新的这个民情民意做出了一个反应。但是后来我第一个看到这个报告的直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划分法其实它并不是及时的，也不是能够反映现有的这个选民的意向，所以我当时就揣测说它应该是连接到2022年当时大选的成绩从那个成绩来这样子做一个分布。你是说它未必是直接反映当下的这个民情，所以意思是现在的情况是更加糟糕还是比较好？现在的情况不一样，fundamentally 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说，第一呢，不能够从过去的这个轨迹来预判现在公正党西蒙的支持率。那第二呢，伟伦你问到底是更好还是更糟糕，这要看相对谁而言对于公正党来说，我自己不管是在基层还是在全国走动得到的这个风向呢，当然是更加的紧急、更加的严峻的。好。但是你是被列为就是你所在的 PJ 选区是被列为所谓的 Tier 1是第一级的安全区。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点这个活在平行世界的感觉当我一看到这个成绩，因为在基层也好，在最新的我们得到的反馈也好，其实 PJ 对于公正党来说呢，已经不再安全因为 PJ 是有着最进步的城市选民，那么也高度城市化，那么加上呢很多的这个游离和中间选民或者务实选民比较多的一个选区，他们希望能够看到的全国课题还有政策上的琢磨以及改革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那这个期望也是非常热切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如果还把 PJ 归类为一个超级安全区，对于公正党来说呢，今天是不贴切的。所以按照你的讲法，如果是在高度城市化的 PJ 它都有一个危机的话，那么其他的半城乡选区或者是混合选区，他们的危险因素会更加的高。fundamentally 不同，我
以城市选区来讲的话，因为大家要看到的是全国啊，他们会知道对沟渠啊、民生课题啊这些重要，但是到了大选的时候呢，其实是看整个国家的方向，然后是看哪一个群体、哪一个联盟、哪一个政党能够把国家带向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半城乡区，可能大概考量会有点不一样。当然都是严军啦，但是我的看法反而是从沙巴我们也看到这个州选的成绩在城市区呢，大家看的都是一个方向，都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东西，所以就吃了鸡蛋但是行动党吃蛋，那公正党我们原本的议员都吃蛋，但是相反的，我们后来赢了一个议席，那么那个议席其实是球员是借回来的，但是后来这个议席，如果你仔细分析呢，它并不是城市区，它是一个半城乡。所以，是不是公正党的 base 已经从一个城市选区慢慢的转移到一个半城乡区呢？这点有待观察。但是整体而言呢，我认为，球员也是借的吧，我们的那时候候选人那位中选的也是借回来的，借将。所以到底我们的 base 是不是在哪里呢？也真的还有待要再去观察了。都3年多了，还需要观察。肯定这个讯息、这个文件放出来我认为也就意味着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性，再去做一个检讨了。那么过去的3年多，当然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到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有危机感的地步我想不会有那么热络的这个讨论，也不会有这样多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分析嘛。所以今天开始观察，开始要去再做更多的事情，不代表之前并没有做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其实公正党在2018年的时候应该是算是最强势那时候是赢得了47吧，如果没有记错47个国会议席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滑落到31个国会议席，赢得31个国会议席。那现在流出来的这个报告就是说是只有7个安全区嘛，那这个就是其实一直在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你自己在 PJ 跑动，你在自己的选区跑动，你收到的 feedback 是什么？收到的 feedback 是选民们都普遍弥漫着失望了那个他们会认为说被 take it for granted那么在很多的课题上，支持西蒙、支持公正党的选民都是希望看到改变的，希望看到这个希望看到希望那么希望联盟还有希望希望联盟对带来的就应该是希望嘛那么这一个群体呢，我认为是公正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ase 也是一个重要的资产。可是在过去的3年，我觉得不断的在削弱着这个基层对于这个改革的这种热情浇熄了他们的热情了，好像昨晚的暴风雨那么 PJ 也大水灾对，大风大浪那么我们看得到的就是一方面，如果你没有办法带来更加公正公正党带来更加公平的一个政策，然后也没有遵循你过去承诺选民的要带来的一些更加公平的改革。那与此同时呢，对于一些可能没有关系到族群关系啦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普遍的重要的一些课题，譬如反贪这些课题也没有一个很坚决的态度，反而甚至说自己本身内部也有人因为这些录影的这个泄露过后一开始也没有采取行动，到后来才逼不得已呢才有这个反贪会的调查才提控，那么就觉得说是迟了。那么对于阿赞巴基的事件，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整个事情对于支持西蒙支持公正党的城市中产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的，因为他们看得到，如果连反贪污委员会也没有办法这个保持中立、超然还有这个专业的态度的话，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糟糕的。然后还不止就包括公正党的前署理主席Rafizi 也因为相反的阿赞巴基这个事情非常缓慢，但是另外呢
我们看到 Rafizi 的这个调查呢，就是神速的进行，在一个不为人知，向来对反贪没有什么太过有自己主见的 NGO 报案之后呢，整个事情的调查是非常快的，然后也是把包括他的助理James 的这个照片放上这个 Wanted 的这个名单，就感觉到整个调查呢充满着政治报复的一个意味这点呢也是让很多的选民，我们的支持者呢不是味道。你自己也算是跟Rafizi 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你自己有被调查吗？开个玩笑到目前还没有。那么我看到的是，并不是因为我跟他在理念上有很多契合之处了，而是这个事件就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也是不可思议的。就在过去我们在比较就是困苦的时候在斗争的时候呢，也无法想象这样子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改变的嘛，我们要去推翻的嘛，我们要去打造一个新的、更加公平、更加专业的一个体制的嘛。没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这个同志的身上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这个只是一个题外话啦。我回到主题是，我想进一步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整体下滑的那个趋势。其实这个所谓的只有7个安全区，它是不是你这样看待？即使是执政党也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下滑嘛，还是一个结构性或者一个断崖式的下滑？首先，刚刚我已经提了，这个数据呢并不是最即时的。那即时的，像你讲的伟伦，它应该是更加的严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认为呢，公正党推的多元政治，在过去的25年除了这个2004年的一个几乎要完蛋的一个地步，那么这一次呢，我相信它相当接近2004年。相当接近2004年。所以你给的这个，本来我要喝水，现在都不敢喝，我也不敢喝。你给的这个是一个警告，就是说是有可能回到2004年的一个惨况。我认为路线的坚持是很重要的，对于尤其是一个城市政党，对于一个尤其是多元政党，因为我们的 base 呢，我们不可以像比如一党说，他不管做了什么离谱的事情他有这个铁粉，他有一个铁粉或者这种我们叫的很哇辣的那么同样的，我相信一些华人政党行动党在这样的情况也是一样，他有他的一部分的铁粉，但他的铁粉可能没有一党这种那么铁那么公正党相对来说是在混合区上阵的，就是你的铁粉来自哪里？你不可以来自单一族群那么你当然也不可以来自只是原本支持你的或者只是愿意上街的这种民众你要的就是广大的这种人民期望看到改革能够落实，他们很多都是中间选民那这个中间选民如果一旦滑落的话，它的结果是相当的可怕的。其实西蒙或者公正党，又或者是前身民联西蒙的前身民联我想他们的铁粉也是有在啦，而且是都有相当多届的选举都一直跟民联、西蒙、公正党在一起，而且他们的那个包容度也是很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都一直跟这个一直在一起我想他们可能也是面对的那个失望的那个已经到了一个濒临点。我认为是的，因为讲到做到是一个相当基本也不过分的要求啦。选民说你承诺了什么，我就支持你嘛，那我就是靠这个来支持你嘛，不是因为宗教，不是因为族群不是因为别的这种身份政治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到的话，会带来的转向是相当大的。我举一个例子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我们都非常的注重地方对于这个一个议员的看法是怎么样，然后 PJ 也是拥有相当多全国课题的一个地点嘛，其中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 PJD 就是要盖的这个大道。当时在公正党跟西蒙呢，对于废除 PJD 是有一个相当坚决的立场的，但是在执政过后开始动摇了。如果你记得的话，当然那个时候选民是非常包容很多人也说走走看看吧，然后 wait and see。可是
当时我就做了一个民调，因为我认为这个课题是重要的，而这个课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只是一个收费大道的问题了，并不只是说交通到底堵不堵的问题了，它已经是一个诚信的一个问题了。然后这个民调也的确没有错，它做出来呢是针对 PJ 选民做的民调哈，它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背信忘义啊，有25%的选民哦是会转向的。这个25%呢，如果套用在 PJ 的话呢，李建聪已经是票比国盟少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是 PJ 不是半城乡区不是丹中马林，不是这个更远的这些地方，所以坚守承诺，就算做不到，你有没有精力去做？这点选民也是在他的考量范围内而不是忽悠，而不是突然间就打几个这个哈哈或者打几个场面话，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认真的去履行我们对于选民的承诺，对于公正党的 base 还有城市的选民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做了那份文告过后，晚上睡得着觉？我睡得很好啊，我唯一担心的是党会对我采取行动而已。Okay. 但是这个课题持平而论，当时我觉得我的意见受到尊重，那么也这个项目呢就已经暂时被终止了。但是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这些反对 PJD 令的选民也有一半的选民，一半的支持反对者，有一半的认为这个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就是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普遍认为我信不完你对，普遍认为政治人物是不可信的。对，所以我认为坚持己见，然后维持一个基本的原则跟底线会睡得很好。然后我认为我的底线就是以后不管怎么样，我去到茶室喝茶还是有人愿意请我喝茶，或者愿意给我请，愿意跟你消费对，那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指南针因为现在很多的 YB 我听说也不敢去茶室喝茶了。你说西蒙的？西蒙的，对，有的又去了酒店。我讲，那去酒店喝茶很像我们以前反对的那一群人现在你们是敢做伙伴吗？哪一个？都有对，所以我还是去茶室喝茶比较自在一点。东西也比较好吃。看你是过去几年的公开的言论或者是立场是感觉到你是确实是有很多的政策跟当前的政府是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也认识你很多年了还没有做州议员的时候已经认识你了，是可以就是对比人家感觉到是确实好像是有很多的不愉快跟这个好像不吐不快的那个感觉。你觉得这次2022年做政府做到现在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认为一句话啦，是叫做忠言逆耳嘛我的责任就是讲真话咯，因为人民选出来的嘛，那人民的这个精神，人民的想法怎么样总结这一种整体的氛围、整体的情绪、整体的需求我们在向就是党还有向这个政府去反映，是一个后座议员的责任我也不会觉得有怎么愉快不愉快，虽然有的说你过去10多年真的我的半生就在公正党，我没有参与过别的政党我接下来会准备参加其他政党那个是题外话OK 但是重点是说我觉得公正党我们一手也是建立起来的对他也是有很深的一个这种感情跟连接啦那么当然我们就更加要讲真话啦但是忠言逆耳嘛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未必尤其是掌握了权力后未必喜欢，未必能够接受，也有更多的人可能会过来拍马屁那么这个整体的东西就看领导们这些党的领袖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这个胸怀去真正去做了，而不是只是听了因为我们对内也讲，对外也讲你遇到我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我稍微做个总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从加入公正党还有公正党这几年的这个起起落落那我想这份报告现在
被流露了出来。但它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更加关注的不是公正党会不会赢，或者安华是不是继续做首相，而是公正党是不是失去了曾经最为核心的这个特色，就是跨族群还有这个城市号召力。刚刚我提的就是这两种啊，跨族群只是这样谈是虚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的 base 主要还是在于进步，然后比较开明，然后也比较中产，那包括普通的人民，我们代表的是讲就是多元所以这个特色是要推进，但是不是只是粉饰的，它必须要在某个程度上去落实一些改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运用这个力量不是去迎合原本的这个群体，而是运用这个力量去影响和改变原本这些群体的看法跟思维嘛，这个才是改革嘛。改革你必须要从思想上改，也必须从制度上改。有的时候制度去影响大家的思维，有的时候思维上的东西，我们也用它来在推动制度的改革。这一点我觉得过去3年呢，做得不好。那刚刚你提到的第二，就是对于一些很直接的，也很简单的，就是廉政，就是反贪，就是这种比较大家没有争议的，就是不涉及身份政治，不涉及身份政治的，就这点而言也退守了，也保守化了。这点我觉得让很多的人不能接受，大家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容忍的话，那么我怎样期待你可以做更多的东西啊，对吧？报告里面，我想最让人震惊的就是安华当本的选区，也是被列为不安全这个是2022年的时候，我也必须但是也是持平讲一句其实的确当时他是前往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区去上阵的。那个时候当本我记得没有赢嘛。对，他打北战嘛，对，然后没有赢嘛，所以他当时是一个引领这个当时某一个程度的 momentum 的一个党魁嘛，去攻占不太容易赢的地方。所以 to be fair， 其实那个选区不是一个容易坑的区那么当时包括选举局，包括这个领袖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喜来登事件后有一片低迷嘛，然后后来呢也有一些传言说要在和当时不同的又再回去做政府这个那个，每个人都说自己凑够数所以当时是低迷的。那你必须要突破这样的东西，就唯有呢回到人民当中去激发大家的热情。所以当时有一个 Ayo Malaysia 运动嘛，对不对？所以就在Rafizi 在推动的，然后也是在拉动这些中间选民的热忱。然后当时安华也同意去一个相对危险的地方去上阵，去带动霹雳还有中北马的这个地区的选群，的确也奏效。那要说公正党没有回到当时的40-50席那个高峰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是的结合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推翻纳吉的一个力量那是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力量呢已经有一点消退，不太一样了。但是当时代表性还是很强的，就西蒙代表就是城市中产多元比较开明的这一群人的这个力量。今天我们要质问的是，我们对于这个力量的代表性还存在吗？还是我们的 base 已经悄悄然的转移了去到别的 base？有一个更强的 base， 我觉得对于务实的政党来说，可能难以适从，但是也未必不可以。可是那个的确是你的 base 吗？你的 base 还剩下多少？这个是得要好好的去检视了。你自己认为说这个 base 剩下多少？我没有数据因为我们必须要以数据来说话。但是我觉得一个 general perception， 不同群体会有不同的观察。我也察觉到很多的时候呢，两害取其轻两个烂苹果选一个没有这样烂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选项，因为政治总是要向往更好的，尤其是你是做 politics of hope 的这一块，我们是推动改革、推动前进的嘛。你如果没有燃烧这个大家的这个热忱我们的 base 只会去到很小很小可能甚至只是去到不到20%吧，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 base，那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是在2粒烂苹果的选择里面只能够选一个，是不是有第3个苹果出现会比较好？我认为在民主政治这个没有办法阻挡除非你不让人家成立或者是你不让人家去参与别的一个政党啦，因为人是有脚的嘛，我们人用手投票，但是也可以用脚投票那政治人物也是一样嘛，所以主要还是在于谁还有哪一个群体能够继续的代表这一种这样的群体，更好的代表我觉得今天的选民也是不 care 啦，因为已经换过很多次政府了以前还是说怎么样都好，我忍这个我不同意不要紧，那个我不要紧我还是投你，因为我换一次政府，没有想到不止换一次你换了就换了3、4次吧所以选民也认为说，我现在要选的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能够代表我的，一个我不会买了一个产品过后缩水变样看图片是很美好的然后来到了那个货品的时候就很骨感我觉得选民不愿意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所以 walk the talk， 然后真实不修饰不包装，然后也不要躲在这个台面下什么也不做我觉得这种政治人物应该会慢慢的被时代的洪流淘汰了。那看起来离这个国会解散的时间应该也是相差不远啦。你怎样看待来届大选的这个选情？我觉得还是难以观察啦。肯定的，西蒙在现在的情况是吃紧那么西蒙如果再继续用 politics of fear，我认为也是不好的。比如说通过回教党来拉西蒙的票来拉非穆斯林的票或者是通过你没有选择了，你难道连我也要失去吗？我觉得在森美兰有一点点这样的氛围啦，也就是说不管做到怎样不好有一些人说我们还是要支持西蒙的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绪，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一巫统当然是丢分那第二呢一部分人会说，你看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更加要坚定的支持西蒙我觉得那当然非常感谢他们对于这个西蒙的爱戴可是与此同时，从全国政治来说呢这个也就是一种缺乏更好选择的一个反射嘛，也就是说我还是选回咯，因为我熟悉嘛熟悉的一个东西总比我陌生的一个东西来得更好这样子有时也会导致全国的政治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的一个局面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也不会给西蒙给各个政党啦，包括国盟这些更高的要求。你看国盟的情况也是一样嘛，当他的支持者僵化的时候，就是铁粉就是那一片的时候他不用做东西他没有扮演好一个很好的反对党的角色，他甚至没有扮演好一个好的州政府的角色他都可以继续他就继续的生存下去了，作为一个党派，而这点我觉得对于国家的进步呢没有帮助。那份报告当中还提到2个雪州的一个重点选区嘛，就是Gombak雪州大城的国会选区Gombak，还有人力资源部长Ramanan所在的松甘布鲁。你觉得雪州的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有可能是国会跟州议会一起解散，就是国州一起选嘛。那雪州也是公正党的一个大本营，一个政治根基，从2008年过后到现在，雪州的选情怎么样？它会有一个出现可能雪州政权改变的一个情况吗？我们都看到Gombak和松爱部落，尤其是松爱部落上一届是低空飞过嘛，现在是更严峻了，当然，作为当地的议员跟中选的这个现在一位贵为州务大臣，一位贵为部长嘛，他有几个选项，他当然也感觉得到，他们感觉得到这个压力。要回来看过去的3年多，像你刚才讲的，现在才来思考吗？当时应该要做的什么应该做没有做的，你认为重要的 base 在哪里那么你认为你的要为这一群人做的，支持你的人做的够不够？这些东西都必须再去反思，然后时间也不多了，尽快的有没有可能以行动来去推动？可是我过去看到2位对于这个期盼改革的人士，他们给的回应就冷淡了，可能
他们认为通过职位可以过关吧，通过他们的职位雄厚的资源，这些可以过关吧，那我也祝福他们哦。报告里面当然也有提到一个我觉得算是相当有趣的一个东西，一个现象，就是7个选区安全区里面刚好过半就是4个都是算是所谓的 Rafizi 阵营在的这个选区嘛。OK， 对，就是包括你的在内啦。我倒没有这样去算有4个嘛，就是包括你的 PJ 啦。那有没有一个concern 或者是一个担忧，党主席会把这个或者是党中央领导层换将，就把我刷掉了。把你或者是其他的 Rafizi 阵营的，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拿掉这两，有人欢喜有人愁嘛哈，因为可能有的人高兴有机会了嘛，可以上阵了嘛。对，对我而言，我刚刚也跟你讲过了，我的指标不是这样的，我指标就是我去到茶室喝茶的时候，还有没有人可以跟我坐下来喝茶，有没有机会给我请或者愿意请我喝茶，我到底最后党有没有让我上阵，然后我不能够赢，问心无愧就好了。如果真的是换下来的话，你会以另外一个方式出来寻求参联吗？我也不懂哦，因为我觉得必须先消化那个受伤嘛，肯定你说没有事情，你还是会有一点伤害的嘛，那个得去花点时间再想想。内部活动上其实也有一个建议就是有提到一个建议，就是因为很多危城嘛，很多这种危险的选区，所以与其把这个资源用在这个7个相对安全的安全区，倒不如不要浪费资源，节省资源，把资源投入到其他的危险的选区，好比汤布纳、广巴或松嘎布鲁也好了。那你作为这个被归类为安全区 Tier 1安全区的议员，你的回应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做法吗？会不会让安全区也变成围城，或者说是你觉得有被这个好像放养一样的感觉吗？到底他现在还是不是 A 存疑因为我在基层一直收到的讯息呢，并不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要怎么样优化这个资源的配置呢？我认为这个都无可厚非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总结那你好像是看起来已经把这个底牌也收到很贴在自己的胸口看不出你的底牌是什么。我还在公正党。OK， 你作为一个总结，你觉得 OK 虽然这份报告不是最及时的，但是它作为一个大选前的一个风向标还是警讯你是怎么看待？我认为这个报告会炸锅某个程度上就是说它反映了一个真实比较真实的一个民情。当然它数据上有时是错和错加起来可能也有一点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警讯也不是今天很多人不是认为说这个警讯是让我们有共鸣，而是这个警讯已经响了很久为什么现在呢才听到？我个人也在过去其实1年多，我都不断的在把民意反映上去不管是要一个公平的教育，要求更加公平的对待中小型企业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对于过去承诺的一些东西，像反对这个收费大道PJD Link 这种课题，必须要更加坚持的去下去这点呢，觉得都是重要的，所以这个警讯必须要化为行动看你跟几位公正党的朋友也是最近也是一直很勤力的写文章分析就是提到公正党现在和西蒙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希望你会继续努力的写文章，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可能最早在下个月就是6月的时候可以看到Rafizi 有什么底牌好的或者是看到你未来的一个动向就是包括说你会不会获得党的再次委派在 PJ 首土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录到这里，谢谢建聪上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谈了回应这个公正党这个内部分析的这个东西。好，那我们下集再会，拜拜，谢谢。